开始前先说明一下，因为我不是受过什么非常专业的美术教育，其实更多的知识都是在网络上看一些网络教学，所以多半也是个野路子的抽画画罢了，所以不要太严苛，我也不算是一个教学，顶多算是个分享。OK， 那就开始第一章吧。第一章就是一个很马戏团，然后傀儡的主题的画。前面先调整一下这个人体的比例，但其实我不是很能确定它的姿势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就大概的想象一下它大概是什么姿势，稍微把手改长一点。这个线稿就不用太纠结它的整齐度，大概能看得懂就行。其实这个角度合理的话，它的胸腔应该会有一点转折，所以会有一点透视压缩，那它的肩膀就不会到太宽，所以我就把它的肩膀往前移了一点，那它的腰线也会跟着往前。这边有个新的想法，因为它的主题是比较诡异的嘛，然后傀儡，他的手也被吊着什么的，那我就干脆直接往傀儡这个主题去延伸，让他的手往上吊，两只手都一样，那就有点诡异感。其实创作基本都是这样，你定好了一个主题，用那个主题往外延伸，你就能更多的思路发散，那你创作也会更顺，而且元素也会更多。开始修改，把头调小一点，腰线收一下，还有暗部就是不要去的那么黑，不然你的画面会很沉。毕竟他的衣服是白色嘛，稍微让他看得见一些。这个裙子的尾端你可以果断一些，就是画的硬一点。但我不懂是什么款式的裙子，就是画一点荷叶边啊什么的，让它的特征明显一些。这边就直接把手 crop 上来了。对，还有光源，就是光源你可以更确定一些，就它的光源是怎么样照射的。然后我就设定成中间有一个发光的球体往外扩散的光源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些裙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，所以我还是去找了参考。参考很重要，这些都是我用到的一些参考。不管是你要深入刻画还是你要设计，你都需要参考，所以参考很重要。因为这个裙子现在看着还很空，就稍微用了参考里面的设计。在这个光源下，其实它头发的高光会很明显，尽可能的去表现它，要不然它的光感会减弱。想象一下这个光源到底会照到哪里，再来就是多思考，还有多看参考，尽可能的多分一些层次，让亮暗面互相交叉，这样子就可以看起来比较多的细节，边缘可以整理的更分明一些。还有这种长发有一个很好用的小技巧，就是你在它们里面穿插找一些形状，但也很考验你对图形的美感。我自己呢，就是乱加，可以多参考一些二次元的画师，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技巧用得很好。这边就借用米山武老师的图来讲解一下。すみません，他是真的屌，他已经画到像水一样。开始改脸。脸的话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只要找对参考，基本都不会出错。我一般会找两种类型的，一种是五官的，一种是光影的。五官就是个人喜好嘛，这个主题就很符合那种娃娃脸，就非常的萝莉，所以就往那个方向改了，增加一些裙子的细节。差不多了，就开始 Ctrl M 调一下它的色相啊，它的对比啊什么的，最后加一些材质，让整个图更有质感，然后还有一些光感什么的，可以更加提升。好像细节度也会增加，就是最后了。这就是最后的效果，希望这些知识点还是很有用的。OK， 下一章这边来看一下它的主题，女大佬画重点。背景的话我就不画了，就稍微上点纯色。它头的方向我就改成了往上仰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拽。女大佬嘛，就是要拽。还有记得找参考，然后开始找它的光。现在看起来有点翻车，但是没事，坚持就胜利。这边可以看到它原本的设定就是一个背光，就稍微算一下哪里是受光面，其实可以大胆一点，多一点块面。再来就是换了它的手势，就改成了那种要把镜头拿掉的感觉。然后就是刻画脸，然后头发。这个水不做效果的话，就感觉很可惜，所以就找了一些参考，然后试了一下。之后就是整体刻画，然后再调一调色就差不多了。看一下前后对比，这一章能讲的东西就没那么多。OK， next 最后一章了，让我想想这章有什么可以讲。因为是个黑白，然后他的头发比较飘逸，然后就是对调整五官比例，找参考，弄清楚光影，这个就看完整过程吧。
就这样结束啦，希望能帮助看到的人，拜拜。